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第二期传世风物质应该怎么抽。我们就直接拿第一和第二期的战斗技能来做比较，这样大家就比较好理解这两个战斗技能的优劣了。第一期的战斗技能镇压邪祟是敌方首次释放命魂技后，使之后2次普攻恢复的命魂值降低15点，总共可以降低30点的命魂值。第二期的战斗技能圣龙无形刚好相反，是在我方首次释放命魂技后，为我方恢复25点命魂值。两个战斗技能都是释放命魂技后才启动的，差别只在镇压邪祟是敌方释放命魂技后，会降低敌方恢复命魂技的速度，而圣龙无形则是我方释放命魂技后，会加速我方的命魂值的恢复速度。两者并无冲突，如果能一起使用，效果自然是最好的。但若硬是要分出个高低，镇压邪祟能降低30点命魂值，是比圣龙无形能恢复25点命魂更多一点的。但其实这5点命魂值的差异也无关同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完全不会影响战局，所以只能算是平手了。除了和命魂值相关的技能外，传世风物质还会有2个释放命魂技后的效果。镇压邪祟的第二个效果是降低敌方的格挡率 5%， 最多叠加4层，也就是最高可达到 20% 的格挡率降低。想达到最大的效果，就要释放3次命魂技，然后命魂值达到200后才能叠加第4层，整个过程实在太耗时费力了。以目前的战斗进程，第3次释放的命魂技其实对战斗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真正能对战斗产生影响的，就只有前2次释放的命魂技，所以我们只要计算前2次释放命魂技后的效果就可以了。镇压邪祟能提供的有效格挡率降低效果，其实就只有 10% 而已。格挡率的作用早在前几个版本，血量上限降低的效果失效时就已经恢复，而且在往后的几个版本还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之后强势的2支队伍火烧和女团都是拥有高血量，也就是高格挡率的队伍，所以格挡率的含金量是有在上升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要和圣龙无形的效果比较一下，才会知道哪边的效果更好。圣龙无形释放命魂技后的第2个效果是，会使我方全体魂将恢复1点龙魂值，和降低敌方全体最终攻击力和最终防御力 20%。这样比较下来，谁的效果会比较好就很明显了。圣龙无形有2个效果，同样只计算释放2次命魂技后的效果。圣龙无形能使全体 SP5 将恢复2点龙魂值，这可能已经能让我方的 SP5 将都释放1次龙魂技了。而且降低敌方全体最终攻击力和最终防御各 40% 的效果，应该也差不多可以抵消掉镇压邪祟的降低 10% 格挡率的效果了。而且圣龙无形在 PVP 还会额外使降低最终攻击力和最终防御力的效果，对敌方攻击最高的武将翻倍。虽然翻倍的效果只能维持2回合，但这也已经完全够用了。因为现在的战斗大多数都是在2回合内就会结束了。最后一个释放命魂技后的效果是和伤害结果相关的。镇压邪祟的能力是释放命魂技后会使敌方造成的伤害结果与伤害结果减免都降低 10%， 一样最多可以叠加4层，最高可以达到 40%。但我们一样只计算前2次释放命魂技后的效果，也就是 20% 的伤害结果和伤害结果减免降低。圣龙无形的能力是释放命魂技后会使敌方全体伤害结果和伤害结果减免降低 12%， 最多只能叠加3次，也就是最高可以达到 36%， 比镇压邪祟的 40% 少了一点。不过前面也说了，只有前2次释放命魂技的时间才会对战斗有影响，3次后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了。若只以2次的效果来计算，圣龙无形的降低效果是 24%， 是比镇压邪祟的 20% 还多了 4% 的。所以结论是，第2期传世风物质的效果是完胜第1期的。
不过以上的结论针对的都只是 PVP 的部分。如果是在魔窟里，回合数长，风物质的技能效果是一定可以叠满的，到时镇压邪祟的伤害结果和伤害结果降低的能力就会高于圣龙无形了。而且降低格挡率 20% 这个效果，在打格挡高的队伍时，也有可能会比圣龙无形的效果好用也说不定。这次的传世风物质已经没有再送100抽了，所以无氪玩家只能买60抽，加上每天免费送的1抽，一共是67抽。开抽取的过程中，又可以开宝箱拿到9抽，所以总数最多也只有76抽，距离150抽会送的风物质自选还差了一半。如果情况许可，那自然是留着等有150抽才开始抽最好。但因为每期都只能留20抽，如果以后都不送了，那要留4期才能抽1期，实在太慢了。所以大家要自己决定是留还是直接抽掉就好。传世风物质都是优先追求3星，开启部分效果先求个能用，然后再追求4星。严格来说，其实只有4星的效果才是及格的。以目前的状况，无氪玩家是很难去追求5星的，通常等你5星后，它也淘汰了，所以4星就好。无论如何，限时的道具总是要抽掉的，把限时道具抽完，连带期间宝箱拿到的道具，一共是56抽。如果你有把握抽完后，剩下的抽数能将战斗技能至少提升到3星能用，那就可以把它都抽完。如果即使保底也对星级毫无提升，那不如就把它留到下次才抽吧。56抽只能保底2个传世风物质，这就和没有一样。所以无氪玩家大概只能在2个战斗技能里2选1了。目前圣龙无形是在 PVP 比较保值的一个战斗技能，因为能恢复龙魂值的效果，含金量真的很高，喜欢 PVP 的建议全部集中投入圣龙无形。如果只能抽到4星的玩家，其实我也会建议优先抽圣龙无形，因为镇压邪祟要5星才会有伤害结果相关的效果，而圣龙无形没有5星，只会失去最终攻击力和最终防御力相关的效果，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已经抽了上一期的玩家，如果镇压邪祟只差1点就可以提升星数，也可以选择将它抽到4星或5星，求一个整的效果。不过要留意，往期风物质是只会保留3期的，有第4个后，第1期就无法再抽了，只能靠箱子去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